该守不住了。其实老实说，在被下放的那时候，其实我感觉到整个人就是身上沉重的压力都没了，我觉得自己很轻松，对。所以其实，在被下放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有一种心里有一个想法是，其实我不太想再回到场上了，因为我觉得好累、好压抑，然后我觉得，贝贝也打得不错，那就让他这样子打，对，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终于可以就是放松了，因为那时候我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想过要退休了，所以可是一直到我们在对上密奈上的时候，那场输了之后，我感觉到就是这样好像不行，就是队伍好像这样的 HQ 好像打不赢闪电狼，打不赢这一 team， 对。然后绿茶也跑来一直跟我说，因为那段时间其实我变得很消极，我变得很就是又好像回到去年春季赛之前那时候很消极的状态，就是好像这个队伍不需要我，我可以就是耍废没关系，我可以不用再上场了，不用再去承担那些输的压力，承担那些舆论的压力，然后最后这是错的。对，绿茶跑来跟我讲，他语重心长来跟我讲了1个多小时。那时候绿茶跟我说，一个团队不应该，就算你没有上场，你也不应该有那种就算输了也不关我的事的那种感觉。我那时候其实我在台下是真的有这种感觉的，对。但当他说了之后，我就突然间觉得，我这样好像是不对的，是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。为什么 AHQ 输了不关我的事？我不是 HQ 的一份子吗？对，所以在重回场上之后，我就是突然间就是很想要带着大家去胜利，我又找回了那种感觉。我想要赢，我想要带着我的队友赢。刚打完比赛的时候，其实非常的难过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我们集训了很久，每天大家都很认真的练习，就是为了拿下这个系列赛的冠军。然后在比赛前一刻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100%的信心，觉得我们会赢。但是在最后，我们还是输了，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难受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输了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应该不会输他们的，我们其实是输给了自己，对。然后就那几天，我就是其实都一直在沉淀在那天比赛的那个氛围当中，就是一直去想，然后导致我那几天其实练习状况很差。不过还好，就是绿茶跟贝克一直来鼓励我，叫我不要去想那天的事情。然后我也在最后几天的时候，就渐渐的放下了这些事情。可以吗？有没有换个地方 PK？ 哪里啊？来，要怎样站？这样站了。哇！怎么痛啊？好痛！你怎么越跑越远了？压迫你，我跟你讲。压迫感很重哦。等一下再中一发就要去了。不要被我唱大哦。看到了还交手。哇！带走。哇！不行，还有一次扣打。长大。我不敢接近你。你很可怕。你也不太敢接近我。我慢慢压迫你的走位。刚刚我 Q 有时候会跑我面前，怎样？我的 Q 怪怪的。哇，你的 Q 那么刁钻啊！
等一下我这边很窄，你那个 Q 占满全部啊。来，你再来，劝退，我劝退，不要过来哦，不要过来哦。你不要开。我这有扣打了。我要关，你不要，操！哦！你不要前进了，等他自己过来。哎呦，我有。带走！你真的很烂哎！可以吗？等你洗你的。不用带什么东西啊？可以带着。很干净啊。由此刻而看，秋伟的。全部都秋雨的。是我的。我的多么干净。其实资格赛的我们的状态是比季后赛我们是更差的，因为季后赛之前我们团练是赢比较多的，但是资格赛之前我们团练有很多一部分是输的。那当然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跟强队练，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些选手轮替，然后有些角色池适应的问题。轮替整体来说是好事，因为如果一个人状态不好，你还硬让他打的话，那对整个队伍也不是件好事。那决定谁上场，应该是看选手掌握的角色池，还有跟队伍的配合度吧。几点集合啊？哇，好小哦，超小的，已经看完了耶。对啊，这个叫做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你看这边还有美丽的台中夜景，还有个落地窗。你看我们这个一望，我一张照片就可以把整个房间拍下来了，是这样。我一眼望去就可以看到台中的街道。你看多么的美丽。要带配他杯吗？还送我们2颗糖吃耶。要带配杯吗？那边叫一体。这是我比赛住过最小的饭店。这一个晚上多少钱？这不便宜，这已经不让人讲，但是这应该不。它的 design 还那感觉应该这有一张卡吗，兄弟？没问题。 design 我手上一张。设计。好了，这个你的我们 AD 选希尔其实都不好打，所以我们会继续选伊利，因为我们伤害够了，有塔利亚。其实，在去资格赛之前，在我们季后赛打完之后，其中有13天嘛，但那时候其实我不止我一个人状态很差，就是其实大家状态都很差，所以在前5、6天的团练，其实我们几乎没赢过。好在的是，在最后的那5、6天的时候，大家又回来了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，要是这一个最后的资格赛要是再输了的话，我们今年一整年都白费了，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卯足了全力，想找回在当初季后赛那时候的那股气势。OK， 收工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你不够帅。啊，我的嘴巴张那么大干嘛？哇，这什么图啊，这么夸张？到底是下巴要不要？真的累，那个用拍的还是用合的？拍的啊，这人要这么大拍哦。对啊。可是一个一个拍，哦。然后自己合起来。可以打个台服哦。我要打台服了。比赛先去把比赛服设定调一调，再打台服哦。今天
不会再比手势。我们卫生局来兄弟们。工作啦，我会把进入游戏比较重要一点就是先看召唤师技能，因为现在蛮多角色有技能的，你们可以想要打出一个破口的话，中路一定要看清楚他带武器带金花还是带鬼步，你们自己都要清楚。假如中路对面是带鬼步的，没有那种抵抗能力的话，你们有西西这里的有机会就会去帮西门补一波血球，以塔为目标。10分钟内，你们最好有人跳出来讲，就说我们要推哪座塔，哪路有优势。王腾一听到上路推线的，他已经被磨到半条，你就可以组织一波 DIT 把他打残血上去，把塔推了。或者下路自己是玩poke角，把对面poke到残血，你是顺路抓下来，你就可以把下塔推了。你们要有概念，就是说一定要先把第一座塔先拿下来，你们后面就很好打。Rayson 又被抓到。没有任何人保得住 Rayson， 整场比赛都看到 Rayson 在一起被霸凌，所以反而闪现上去来硬砍 Win 的这样子就想要离开。这一波应该要结束游戏了。进场非常的漂亮哦，这是一个刚才进场我真的觉得哇有点太漂亮了。他进场之后他不慌不忙，也没有急着抓人，他利用了他的这个缓速，丢了一个这个 Q， 慢慢的拖住对方，然后再抓。最后落单的埃奇哦，没错，现在 HA 只剩下3名成员，要怎么样进行防守 ？Olay 弹在最前面，想要来靠对方打塔的伤害，帮的一个一闪大绝把 Win 给炸出来，但是主堡门家已经2座被 HQ 给摘掉，恭喜 HQ 再一次3比0，整个系列赛12比0结束了，他们对上 HKE 的最终决战。小汉还闪到温泉里面，还差点被射死。春季季后赛输的话，其实源于我们整季就是比较散漫的心态，就是当下可能赢太多、太骄傲、太轻敌，所以输了之后我们检讨也是可以接受，就是把这个心态改正过来。那下届季后赛输了的话，就是有一点游戏内心态的问题，那是因为我们可能如果有一些 fail 的话，季后赛的我们会去当下去想这个 fail 是怎么发生的，然后会在那边去讲啊。但是这样是不好的，因为会影响整场比赛继续进行。那这个赛我们就把它改正过来，就是就算 fail 发生了没关系，把下一个打回来就好。这样。我觉得我们之前的团队气氛很好，我们就算打差了也是有说有笑的，但是在比赛的时候其实好像又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了。就是我们经常在一个重大失误发生之后，导致我们风向产生很大改变之后，就大家都会变得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因为你不知道要去责怪，还是要去说一些刚刚应该怎样的话。因为我觉得，因为这些都是不好的话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学习到去鼓励队友。这是我们在季后赛学到最大的重点，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比赛的时候，不管谁犯了什么错误，我们都会去跟他说没有关系，然后鼓励他，这是我最大的进步。AD 死，我死，A 样可以收哦，A 样可以收，这个，死了，这个，狙，好神啊！818 ，AN 这么神，nice，漂亮，我怎样了？我操！我干嘛了？看你那前面个，打 S 啊，兄弟！看你那个操作，又很神，加油，还有一场，这场我都没干嘛，还有一把，就不用干嘛？我不能干嘛？你可以啊，你刚吃了我，可以啊，可以 ，nice，我觉得杰哥是很烂，不要让他。之前说杰哥很强，现在又说他很烂，你很靠谱。爽啊！杰哥就会变来变去，他就像女生一样，有时烂有时强。所以玩路边玩太怂了，我就不会玩那只啊，你又不教我。我教你出武器，也爱出嗜血者，然后点嗜血军法，对面那全部 poke 玩那些武器，我有什么怂的路线啊？真的是怂到底。就怂了，哇，这看起来好神哦！这可以吃了吗？这可以吃了吗？好像还。哇，好看哦！
carry， 结果在那边守。巴龙那波远你要 carry， 那我在干嘛？你要爬出去点9龙2下，也不 Q， 然后在那边走来走去，我不知道你干嘛不打巴龙啊？然后开大绝先被大杀走，然后你整个会战没输出，你就13是这样的嘛？我还没想说，我单杀1Q了，然后怎么输了？我讲一下，我问你为什么？而且跑到世界里很远，他怕什么？没有轮子吗？要在点我了，还要点不一定，他在点他 ID 10。没有啊，他绑完，然后我一炮没打死那个9筒，他等下1闪，然后轮子妈点我就是。9筒是1过来的。我怎么知道？你他妈在你面前，我就在打巴龙。我看别人进的。我们应该吃掉的。而且你有闪啊，你也不用怕他赢你啊。我看那个基本上是去绑啊。然后他是乱，你也没说吃掉还是打人啊？说吃掉吗？对啊。说呢？打完就去了。基本上膨胀，为什么不吃巴龙？没事，那都要呗。为什么不吃巴龙？他很凶啊，基本很凶，为什么不吃巴龙？哎，他自己队友就说 sorry， 我的错了。可以，你这个我喜欢。因为马奇很久没有比赛了嘛，所以大家对他实力很迷。那看完之后发现，这一 team 有点软手，就是他们的沟通，他们只要出现 fail， 就是沟通没有像常规赛的时候那么好。那马奇17也是季后赛也是突然爆气嘛，就是 jungle 中路都还有，其实最主要是下路吧，下路就是迪跟 Dreamer 就是有发挥比平常好很多，所以就特别关注他们下路。其实看完比赛之后，我们讨论了三个多小时吧，快4个小时的感觉，就是其实很累，以前没有试过讨论这么久的，就是我们很大的沉淀都在讨论 BP 上面，就是对上马吉的第一场的 BP 啊，然后加上一些他们的策略方针啊，然后我们要怎么去把我们的策略打出来啊？对，不要贪，不要拖，一步一步来，一样主报没报之前，比赛都还没有获胜。今天是最后一场了，可以吗？然后所有人把你的右手放到你自己的左心脏上面，摸着自己的心，今天有没有想赢？今天想赢，就像今天的主题曲一样，咱的路啦，咱家己行，知不？你看，我们的兄弟都来了 ，TG 来了，暧昧来了，甚至记得Mistake、卡萨，他们都来帮你们加油，都来帮我们。他们已经在飞机上等我们了，我们不要让他们等太久，知不知道 ？OK， 好，今天是更场好秀 ，OK，秀出自己，记住沟通哦。来，手，对着。喊出来！1、2、3 ，Let's go！ 好，下路也行，下路，开，没 DP，你们拉，能拉就拉。他们很急，我30秒之内我带上，不要给机会，有位置，怎么在那里？刚被 cut， 稳住，没事，稳住。转巴龙，我们转巴龙，他夹子一堆推不进去，吃巴龙，带巴龙来推，稳住哦。艾克要不要躲在后面啊？我魔力不够，我大绝回来可以吗？我躲这边。好，那你会过来啊，他们会过来。点掉。要打架吗？打架，打架，我们大龙快好了。有 poke 到半血了。打利亚半血。好，直接开战。抓到，都踩了，都踩了。打人。塔利亚没闪，打人。打人打晕了吗？哎，第一块死了。在拉位置。AD， 我在打 GP， 雷克萨。可以。牛头，接筒。帮我。接动了，我肩膀。推中，推上，都 nice。一波，剩 GP。
上路兵，上路兵，上路有兵，上路有兵！别给他炸，不要给他炸，不要给他炸，不要给他炸，他会死，他会死！杀他，杀他！稳住，稳住，拿塔，拿塔 ，nice，死了！推塔就赢了，推塔就赢了！可以，兄弟们，落山鸡，加油加油！哪里啊？六金，快点，别撤，别还有，六金山，走了！冲一波！出发了！开始！团结、信任、纪律，永不言败。我觉得这4点有时候都蛮难贯彻的。像团结、信任，我们有时候会不够团结，就是可能犯错会指责对方。那信任有时候我们会不够信任后期，纪律更不用说，我们有时候生活啊、游戏内都很没有纪律。永不言败，我们有时候也会被打懵了，然后就是大家没有把大家拉回来。但是在资格赛最后关头，我们有把这些都找回来，就是努力去实行它。那我们也有了好成绩，我相信跟这4点脱不了关系。团结啊、信任啊这些，其实平常我们表现的都很好，但是其实真正受考验的时候是在比赛上面。当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比赛的时候，我们很逆风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大家心里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是我们可能要输了。但我们是 HQ， 我们输了，我们会承受很大的压力，所以在很多时候，在那时候的我们，例行赛的时候，在逆风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话是变得比较少的，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学会去鼓励队友，对，其实所以在每次比赛在逆风的时候，我都感觉到团结啊、信任啊这些好像都离我们而去了，所以在 HQ 比赛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逆风的时候是很难翻盘的。对，那时候我感受到这一点。刚刚那个绿茶开的，你都还记得吗？场上5个。然后阿布交代了3点。好，不要忘记了。第一点是什么？心态。抱着必胜的决心，打满5场，是抱着没到最后一艰难的。这场比赛是很艰难的，抱着打满5场的心。你们自己心态要调整好，行了没？太艰难了。第2点是什么？第2点是什么？不服输的心态。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要。这个你要回答，这个你要回答。来，第2点是什么？心态沉稳，不管是多么的逆风，只要门牙没掉，就算掉了我们也会赢。好，第3点是什么？最有优势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。没错，根本就忘了选手 cover 的不错。没做什么啦？你要对重复多一次，不然你忘。我是觉得能够跟大家就是 S5我们打了一次嘛，就是我觉得能够大家在 S6再一次进的时候，那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就是我感觉我们5个人更加的团结，更加的互相信任，就是互相的沟通，还有对彼此的认识都更加深了吧。就像以前 Mountain 可能会因为下路线每天在搓，然后生气，但是他现在也认识到下路线就是团练就很搓，那比赛他们就是不同的人，所以他今年也比较少因为这些发脾气。不像去年他会说你们下路都在搓，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我手痛还陪你们打。然后大家也知道Mountain是比较知道Mountain怎么样的个性，他就是很认真，就是团练也都很认真，很想赢，所以大家也都比较容忍他一些团练上的脾气之类的。去年其实我觉得在世界赛场上，我觉得我并没有把我自己的实力完全的打出来。就是我觉得去年的我不应该是打成那样子的，就是我的实力很好，但我在比赛场上却发挥不出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就是我没有办法去
适应那个世界的舞台，我会紧张，我会害怕。我觉得今年的我应该要，是第2次了，我觉得我可以更放手的去打，对，完全把我自己的该打出来的东西完全的发挥出来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。我希望你们5个就是享受游戏啊，5个一定要打得开心哦。不管顺风的时候就鼓励队友，大声喊出来哦；逆风的时候把队友拉回来哦 ，OK 吧？一定要把队友拉回来。记得哦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即使是逆风，麻烦一下其他人，就是队长，拉好你的队友，还有得打，永远不能放弃。今年发生了这么多风波，还是很多粉丝对我们不离不弃，那我们也很感激。那我们会用这次世界赛成绩来努力回报给大家。